在朝鲜和日本，明太鱼不仅是餐桌上的常客，更被视为救命的珍宝。然而，这种在其他国家备受推崇的鱼类，在中国就没多少人爱吃。为啥同鱼在各国就不同命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相传在朝鲜古代遭遇百年不遇的大饥荒，在这危急时刻，一个名叫朴明泰的渔夫站了出来。他不顾生命危险，带领渔民去海上寻找食物，最终找到了大量的黄线虾血，拯救了无数饥饿的人。后来当地人便将这种鱼称作明太鱼，又称民泰鱼。如今在朝鲜，明太鱼干是一种常见的食品，它们经过晾晒风干，可以长时间保存。明太鱼干可以用来炖汤、煮粥，甚至是直接作为零食食用，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朝鲜人的饮食结构。另外，明太鱼还被用作各种传统菜肴的主要食材，比如炖明太鱼、明太鱼汤、明太鱼煎饼等等。这些菜肴不仅味道适宜，而且制作简单，适合在家庭中普及。在祭祀和节庆活动中，明太鱼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朝鲜人认为，祭祀神明的食物必须能够全部入口，不能丢弃任何部分，而明太鱼恰好符合这一要求。从鱼肉到鱼子，甚至鱼皮和鱼骨，都可以经过巧妙的烹饪，变成美味的菜肴。因此，每逢重要的节庆日或祭祀活动，明太鱼都成为必备的贡品，用于祈求平安和丰收。明太鱼在朝鲜的社会文化中象征着团结和坚韧，它不仅在饥荒年代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，也在和平年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正因如此，明太鱼是当之无愧的救命鱼，也是朝鲜当地人人喜爱的国民菜。朝鲜的传统美食明太鱼在日本餐桌上备受欢迎。明太鱼是日本人日常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无论是作为腌制的明太鱼，还是做成鱼饼、寿司、炸鱼排，明太鱼的身影随处可见。然而，与朝鲜和日本对明太鱼的热爱相比，中国人对明太鱼的态度却很冷漠。主要是中国可食用鱼可就太多了，海鱼、河鱼应有尽有，且各具特色。要吃海鱼，有口感细腻鲜美的黄花鱼和鲳鱼；要吃河鱼，有刺少肉厚鲈鱼和蕨鱼。在一些地方，明太鱼甚至被叫做柴河鱼，因为肉质干柴，缺乏油脂和鲜味。据说早期渔民甚至会将晒干的明太鱼当作柴火来烧。正因如此，明太鱼在中国的销售渠道也较为有限，普通居民很难在市场上见到新鲜的明太鱼，多数只能在超市购买冷冻品或干货。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俄罗斯和朝鲜的明太鱼产量有所下降，供应减少，也影响了在中国市场的推广。不过呢，明太鱼在中国也并非完全不见踪影。当你点开外卖软件搜索明太鱼这3个字时，你就会发现此鱼多是出现在一些朝鲜特色餐馆中，尤其是在东北地区。明太鱼常被叫做朝鲜鱼或无头鱼，是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食材之一。有网友回忆说，小时候能吃到的海鱼就是它，便宜没刺，都叫朝鲜鱼。只不过60、70年代运输和储运条件不佳，这些鱼运过来之后都是臭烘烘的，难怪在中国市场上不温不火了。其实，即使大部分家庭并不会选择烹饪明太鱼，但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明太鱼也以一种无声无息的方式悄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。无论是在美式快餐店里的深海鳕鱼堡，还是在火锅店里作为蟹柳棒的身影，没错，这些食物的原材料正是明太鱼。如此说来，也许大部分国民对这种鳕鱼都不再陌生了。明太鱼是日本、朝鲜的国民菜，主要捕捞地却在俄罗斯。由于缺乏配套的加工设施，俄罗斯捕获的大部分明太鱼都要运输到中国加工。因此，虽然我国大部分地区不吃明太鱼，但在我国吉林延边却有一条完整的特色明太鱼加工产业链。延边地处中俄朝3国交界，具有最完美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气候条件。冷冻处理的明太鱼通过珲春、大连、青岛等口岸检验到达延边，利用延边当地独特的小气候条件，让明太鱼在晾晒架上经过反复冻结和融化的过程，这是提高鱼肉弹性和口感的关键。随后，经过半干处理后的明太鱼会进一步进行干制加工，确保产品的持久保存和运输。这些明太鱼主要出口到朝鲜、日本等国家，其中韩国市场也占据着重要份额。随着消费者对健康和高蛋白食品需求的增加，明太鱼作为高品质海产品受到国际市场的广泛欢迎。
年出口量约1万吨。在延边，明太鱼加工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干制明太鱼，利用现代技术，明太鱼可以被加工成膨化食品，如鱼干、鱼皮片等零食，也适合加工成各种仿制海鲜产品，如蟹棒、鱼饼等。在快餐和火锅行业广颇受欢迎，而明太鱼的鱼子还是高端料理中的重要配料，它就是明太子鱼子酱。近年来，一些企业在明太鱼加工中引入了先进的生物技术和工艺，例如利用生物酶解技术提取鱼胶原滴聚肽，然后将这些成分开发出面膜、保健品等高附加值产品。而我国政府也通过税收政策、贸易便利化等措施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和促进延边明太鱼加工产业的发展，特别是在进出口环节，税务部门为企业提供了退税等支持，减少了企业的经营成本，增强了出口竞争力，为明太鱼产品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和保障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